今天我们要来教大家如何在 Windows 上安装 Git 这个工具。Git 是开发时最常用的版本控制工具。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会用 Git 来管理程式码的版本，也会搭配 GitHub 上面来进行专案的管理，包含上传档案、下载范例程式码和团队里面其他人的协作。在这支影片里面，我们会教会你什么是 Git，再来 Git 跟 GitHub 有什么不一样。第三个是如何在 Windows 安装 Git 这个 App。第四个，我们在安装时有哪些选项需要做注意，以及在安装时要如何选定特定的选项。第五个，如何确定 Git 的指令在安装完后是可以使用的。第六个，如何设定 Global 的username 跟 user 的 email。第七个，建立一个测试的资料夹，确认 Git 可以正常的运作。首先，我们先来安装 Git 这个 App。假如你是第一次接触开发，可以把 Git 想象成它就是一个可以控制你程式码版本的一个管理工具。平常我们在撰写程式的时候，我们会开发第一版，然后随着需求的改变，我们可能会再进行第二版的开发、第三版的开发、第四版的开发，甚至在客户反映程式有 bug， 也就是有一些小型错误的时候，我们也会进行修正。所以，当程式开始在上线或者你在开发期间，我们通常会开发不同的版本。而 Git 呢，它就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以档案的方式去追踪去记录每个档案在每个版本中间的差异性跟它异动的部分。这样子未来若程式坏掉，我们就可以回头去查看是哪一个版本导致整个程式码出现问题。当然，在团队协作里面，我们也可以使用 Git 配合 GitHub 来管理整个专案，让团队的所有成员都可以一同来管理这个专案，也可以使用同一份的程式码。在安装之前，我们要先确认一件事情：Git 跟 GitHub 的差异。Git 它是一个工具，而 GitHub 它是一个线上平台，它主要让你可以把程式码上传到云端，放在那个地方进行版本的控制跟管理。所以 Git 你可以把它想象它就是一个工具，而 GitHub 是一个网站的服务。那在这支影片里面，我们会先安装 Git，在未来所有 Git 的教学里面，我们再慢慢衔接如何利用 Git 跟 GitHub 中间去做好整个专案的管理。首先，我们先来安装 Git。第一个，打开 Google 的浏览器，在 Google 的浏览器里面，我们去输入 Git，也就是 Git。在浏览器搜寻完之后，我们会发现Google 第一个推出来的网站就是 https://git-scn.com 这个网站，它其实就是 Git 的官方网站。那你在下载 Git 的时候，希望各位也是从官方网站下载，尽量不要从第三方的网站去下载 Git，因为有可能第三方的网站它的 Git 的版本并没有及时更新。第二个，也有可能这个网站里面的 Git 包含了一些不安全的程式码，所以尽量在下载的时候，我们尽量都是走官方的网站下载。点进 Git 之后，我们会发现，在 Git 的画面里面，这边包含了很多的资讯，一个是关于 Git 的介绍如何学习 Git 还有 Git 的工具参考，就是它的文件参考，还有如何的安装，以及它的社区的 community 的类似于一个论坛你可以在里面去搜寻到很多之前人家询问的问题，以及如何遇到这些问题如何解决的部分。因为我们要安装 Git，所以我们就是点选画面右下角这边有一个 Install for Windows 这个按钮。当我们点选进去之后，会发现在这一页里面，
它有告诉我们安装的部分有包含 Windows、macOS、Linux， 还有你也可以直接从它的原始码进行编译。我们就选择 Windows 的这一个地方，在 Windows 的里面，我们就直接点选最上面的这一个 Click here to download， 它就会 download 最新的版本给 Windows 使用。我们就点选它，点选完之后，在右上角我们就会发现浏览器开始进行下载作业。在下载作业完成之后，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的电脑里面去看我们电脑里面的下载资料夹。在下载资料夹里面，我们会发现这边有一个档案，它就叫做 git-2.55.0.3-64-bit，这个就是 git 的整个安装档案。我们点击2下开始进行安装。git 在安装的时候，它有很多个选项，所以我们在这边会一步一步带领着各位，也就是引导各位如何进行安装。第一页这是 git 的它的 license 的宣告，我们就把这个花束往下拉，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个的 license 的部分。看完之后，我们就点选 next 往下走。在这一页里面，它要你选择的是有哪些的元件要安装。一般来说，我们只要使用预设值来安装就可以了。我们点选下一步，在这一页里面，它选择的是你要使用哪一个编辑器作为 Git 的预设编辑器。假如你的电脑里面有安装VS Code， 也就是 Visual Studio Code 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选项，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as Git Default Editor 这个选项。那 Visual Studio Code 要如何安装在 Windows？ 你可以去参考我们在 YouTube 分享的如何在 Windows 版本上面安装VS Code，就依照那个步骤进行安装就好。在这边我们就选择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作为我们 Git 的预设编辑器，我们点选下一步。在这边它要你选择的是，当你开始使用 Git 去进行上传一个专案的时候，预设的第一个初始化的 branch 叫什么名字？我们就选择它的预设值的第二个，就是 override 的这个选项，然后在这个空格里面填入 main。假如你的选项不是 main 的话，把它这边改成 main，因为现今在 GitHub 跟 GitLab 上面，版本的初始化控制的最主要版本，我们通常都是命名为 main。我们点选下一步，在这边它指的是你要不要把你的 Git 直接设到你的路径里面。因为当我们把 Git 安装完之后，把它设到我们的路径里面之后，未来其他的程式才有办法直接去呼叫 Git， 例如 PowerShell、Windows Terminal 或者 VS Code 里面的 Terminal。所以我们在这边就选择它所建立的这个方式，也就是第二个选项。我们点选下一步，在这里要选择的是 Git 它要使用的SH 的连线方式，我们就使用它预设的 bundle open SSH 的方式来做即可。点选下一步，在这一步里面，它所要询问的是，当 Git 在连接 HTTPS 网站的时候，我们是否要使用内建的 Windows 的凭证跟安全连线机制？我们就选择预设值就好。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使用 OpenSSL 的这个 library 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预设选项的这个选项使用 Windows 内建的这一个部分会比较容易操作，我们就选择这一个。我们点选下一步，在这一步里面，它指的是当我们在 Windows 跟macOS 还有 Linux 中间的时候，
哦，在这些平台的时候，它的所有的换行符号其实是有些差异的。那在这边，我们是建议使用它第一个选项，也就是这个 out 的时候使用 Windows 的style，然后 commitment 的时候使用 Unix 的 style 这个方式，也就是它第一个预设选项。点选下一步，在这边它询问的是，当我们使用 Git 的时候，我们的终端机要使用哪一个画面哦，我们就使用它的预设值，也就是 min_tty 哦，这个部分哦是很适合使用在 Windows 的部分。点选下一步，这边要询问的是，当你使用 git pull command 的时候，它预设的行为，我们就把它使用它预设的预设值，也就是 merge。那 merge、rebase 跟 fast forward only 这个部分，未来在我们整个系列的Git 的教学里面都会谈到。点选下一步，在这边它是会帮你，它是要询问说，当你使用 GitHub 或其他 Git 服务登录的时候的凭证的管理的部分，我们就使用它预设的 Git Credential Manager 来做就好。我们再点选下一步。这边询问的是你是否要启用系统的快取的部分，这边我们是选用使用预设值就好。然后我们即将点选这个安装这个按钮，当你按下去这个安装之后，它就会开始把 Git 安装到我们的 Windows 的主机上面。这个安装也是非常的快速哦，因为 Git 本身这个档案是不大的哦，它是一个指令列的工具。在安装完后，我们待会就会准备开启Git Bash 来进行一些的设定。然后 Git 在安装的时候，它会帮你做一些初始化的设计，以及包含它会 run 一些它自己本身的内建 script。在这个安装画面完成的时候，当我们按下 Finish 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动把上面的这个 Launch 把它打开，就是直接把 Git 的Bash Shell 的那个 command 给呼叫起来。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把这两个都按掉，那这样它就连看到它的 Release Note 它都不会呼叫，我们就直接按 Finish 就好。因为在我们下面的动作，我们会使用 Windows 内建的 PowerShell 还有 Windows Terminal 来测试 Git 的指令。我们在这边就点选完成。现在我们去打开我们的 PowerShell，我们在搜寻栏这边输入 PowerShell，我们去打开 Windows 的 PowerShell 这个 terminal，在打开完之后，第一件事我们先切回家用目录，避免我们损害到系统的原始设定档的部分。在这边我们输入 git 空格 dash version 去看一下 git 是否已经安装在我们的电脑里面，我们就看到它已经跟我们说 git 的版本 2.55.0 这个 Windows 的版本已经安装在我们 Windows 电脑里面了。那第一件事情，在 Git 完成安装之后，我们第一个要设定的是 Git 的 username 跟 Git 的 email。那它的设定方法就是 Git config dash global user 点 name， 后面就是加上你的名字。这个名字未来都会出现在你所有当你使用 Git 做 commit 的时候，它都会把这个资讯给 attach 上去。再来第二个，我们要设定的是 Git 的 mail， 也是一样 ，Git config dash global user 点 email。那这个地方所设定的 email，我会建议你使用跟你 GitHub 的账号申请的 email 是一致的，这样子未来 GitHub 比较容易对应到你在 GitHub 上面使用的账号。当这样设定完之后，我们可以去看我们的 Global 设定是有把我们的设定值给设定好。我们可以
打入 git config dash global 空一格 dash list， 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 Windows 电脑里面，我们设定了我们的 username， 设定了我们的 email， 也设定了我们的 code editor。那这边 code editor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使用我们的 Visual Studio Code， 也就是我们的 VS Code 作为我们的预设编辑器。现在我们来建立一个简单的测试专案哦，我们把它切到桌面好了。我们切到使用者的桌面，我们在使用者的桌面上，我们去建立一个资料夹叫 Git Demo， 然后我们进入 Git Demo 这个资料夹，我们按 WD 确认我们现在在 Git Demo 的这一个资料夹里面。进入资料夹之后 ，Git 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打入 Git 空格 init 去在这个资料夹里面进行 Git 的初始化，然后它就很快的在这个空白资料夹里面新增一个档案叫点 .git 的档案，这就是一个Git 已经把它初始化的部分。现在我们透过 PowerShell 的 New Item 建立一个全新的档案，叫它做 readme 点 md。建立完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档案里面，它就有一个档名叫做 readme 点 md， 但是它现在长度是0，因为我们只是把档案建立，我们并没有在档案里面写入任何的内容。那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 Git 已经可以完整的在我们 Windows 上面进行操作。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资料夹里面，我们去打入 coder， 空一格点，就是用 VS Code 的地方把这个档案打开。我们就会发现，当你打入 coder 空一格点的时候，就是在刚刚的目录里面，VS Code 就会以这个目录做原始目录把它打开。那打开完后，我们一样在这边授权给VS Code， 把这个 folder 设为我们的trust 资料夹。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刚刚我们建立的这个 Git dash demo 的资料夹里面有一个 readme 的档案，然后现在它这边后面是一个 U， 就代表这个档案是在 Git 里面，它所代表的意思是 on track 的。那在这边就是 Git 的 source control 也会看得到，就是在我们这次里面，我们新增了一个档案，但这个档案其实是 on track 的。那谈到这边，就是代表说，影片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如何在 Windows 上面安装Git 的部分，然后我们也可以设定好 Git 的 Global 的 Username 跟 User Email。我们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资料夹，并且使用 Git init 进行初始化。然后我们使用VS Code 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初始化的这些档案即使在 VS Code 里面的 source control 其实都是有跟 Git 做好连接的。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如何在 Windows 上面去安装Git 这一份的工具。因为这个影片只是个安装的导引影片未来在我们 Git 整系列里面的专案我们将会教各位如何使用 Git 去进行档案的版本控制，包含上传专案至 GitHub，从 GitHub 如何下载档案跟进行档案的各个版本的管理，包含 merge、rebase 之类的。也希望各位喜欢我们系列档案的使用者可以订阅我们的整系列的影片，我们会陆陆续续发布。